就天天这么提醒他，他都会忘。有一次就我们说去大理玩嘛，机票什么的都是我订的，还是特价的机票，就不能退的那种。然后到了机场，他跟我说：“哎呀，我没带身份证。”还埋怨我没提醒他。你平常你总是提醒我，那次你没提醒我，我就忘了。那是不是你平常吃喝拉撒，然后上个厕所还得我提醒你啊？这个你现在想结婚是吧？家里人逼着你结婚吗？反正也催。也催啊。见过他吗？家里人？见过。哎呀，要不我说他不会说话呢。啊。就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你去过他们家？我都去过，其实。哦，彼此都去过。第一次我去他们家的时候，毕竟第一次女孩见人家长就会有些不好意思啊什么的，就尴尬什么的。然后我就老跟着他，他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最后他当着他父母面就回头跟我说：“你老跟着我干嘛呀？”啊，就整得我特别尴尬。这都不说什么了，然后他突然告诉我困了，我先睡会儿去啊，然后就回屋了，就把我跟他父母就摆在那儿了。我当时我真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呀。我就大眼瞪小眼，我说找个话题吧，也不能这么干坐着呀。我说阿姨您这衣服真好看，就磕磕巴巴的。是我儿子给我买的。我觉得他就随他妈妈了，就不爱说话这种，然后就没有接下来的话题了。就一直干坐着。对，就看电视。就没有什么可聊的了。你说你再怎么着，我第一次去你们家，你也得坐下来先聊会儿天是吧？先熟悉一下。那他们家人知道你比他大那么多吗？知道。父母介意这事儿吗？不介意。你父母见他呢？哎，别提了，提我就生气。他去就去吧，你说你起码整得利落点对吗？球鞋都不带刷的，然后东西也不买。你不知道你去看家长得拿东西吗？还是我现去买的？这都不说什么了。跟我父母聊天的时候，抖腿。抖特厉害，还就是跟自己家一样，一边聊还挺开心。我就实在看不下去，我就给他叫出去了。我说你平常抖腿是吧？咱也不说什么了，你当着我父母的面，你起码克制一下吧。那我觉得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没必要装。那我现在装了以后，你这也太不装了吧？你稍微装一下吧，还是。最可气的是，中途人走了。接了个电话，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就走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无所谓了。然后，那我挺尴尬呀，我只能跟我父母说，我说他公司有点事儿什么的，反正我父母也不是太高兴嘛。然后结果他干什么去了？他找他朋友去了。我跟你解释过了，因为那次是特殊情况。你看你也放过我鸽子，说好咱俩一起去看电影，你就跟你姐们逛街去了。那能比吗？不是你那次什么特殊情况？朋友和家长能比吗？因为那次是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要死要活的，说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那家长和朋友放在一块儿，你不知道是哪边重要吗？好。谢谢沙大老师，来，陆琪老师。我比他们脾气都好，我脾气最好。我不骂你啊！哎呀，你现在骗人都不脸红了。我觉得这事很奇怪，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太太其实提出了好几个方案，好多方案，她能接受很多方案。你要买房，把他妈接来带孩子，一个方案，你不能接受。租房你也能接受对吧？甚至于辞职自己带娃，也是一个方案。甚至于你啥也不同意，他愿意自己一个人住到医院对面去，甚至连娃他都可以不带走，也是一个方案。可以说涵盖了所有的可能性，你都没同意。为什么几近于所有的方案你都不愿意接受？你宁可让一个像灾难一样的家庭环境持续下去，甚至于连你自己都忍受不了这样的家庭环境。你作为儿子你都躲了，但你不允许老婆躲，你拒绝老婆所有的方案，这是为什么？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你需要把需求说出来，你不说出来，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我们不说你们两个人，你觉得你妈的日子过得好吗？现在，你觉得你爸的日子现在过得好吗？事实上，你妈你爸的日子过得可能比他还不如，对不对？上有老，下有小，还有第三代，他们的日子最难过了。
你心里面也可能是有一点使命感的。大家族，老人、父母、老婆、孩子都要在一起。问题是大厦将倾啊，你爹妈在这个环境里面可能也是趋于崩溃啊，你太太已经崩溃了，孩子未来越来越有意识的时候会不会也崩溃啊？你扛不住嘛，你自己也知道扛不住，不然你躲什么？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或者你们整个家族之间是一个沟通的问题。你们现在不应该是你们两个人之间聊这个事，你们应该整个家族一起坐下来谈一谈这个事情。什么叫面对？面对就是撕开，把所谓的使命感、所谓的大厦、所谓的大家族、所有你觉得我要坚持的那个什么孝顺啊东西都撕开，崩溃了吗？已经，每个人都在崩溃。或者在崩溃的过程中，为什么你和你父母聊过这个事儿吗？你有和你的父母和他，甚至于和他的母亲在一起聊这个事儿吗？你有真心的问过他们未来是不是真的都愿意住在一起吗？所以啊，小伙子，我给你的建议很简单，我跟前面几个老师几乎是一个意见，你不用坚持自己内心那些虚妄的东西。你要真正的去聆听自己家里那些人，让爸妈和太太一起坐下来开一个家庭会议。你不是这个家庭的主人，你只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就这样。谢谢陆琪老师。怎么做？对。所以今天你是来调整的是吧？对，我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呢？就是他不用说是事事都照顾我，就是可以多体贴我一点，理解我一下，不要把我的这种苦心呢当成是我的强势或者这样。我觉得一个女孩子没有想这样的呀。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啊？我就是想要一个小女生一点的吧。她总是走在我的前面。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不能让自己的女人比自己强啊。而且我还不愿意去想的和他那么一样细，我觉得很累。所以这缘分是多么的奇怪啊！你想找的人，偏偏你就没找；找来那个人，你又想把他改成那样，真的能改吗？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问你们两个每人一个问题哈，就现在他就是要主持工作，他就是有一个包没有地方放。我先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包你不拎，谁拎？没有人。那你应不应该拎？应该。所以其实你并不是纠结拎包这件事情，让你没面子的是他在台上熠熠生辉，你坐在台下只是观众，这是让你没面子的事儿。你其实从内心里面就觉得他比你优秀，对吗？有一点吧。好，我先来问女生，她现在就是不知道插座在哪儿，她不问你，问谁？我觉得这种问题她可以自己找。她找不着啊，她就得问一个人。现在我就问你，她问谁？那就问我呗。但你觉得她不应该问你？对。他觉得他不应该给你拎包，你们从内心都没有真正的把对方当成自己的爱人。我们在生活当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一地呀，就是会，哎呀，我手机在哪儿呢？就是会问自己的另一半啊，另一半帮我拿东西，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压力丢人啊。从内心根本就没有认可对方。他安排你们的行程，你嫌弃他安排的不好；他不安排你们的行程，你嫌弃他什么都不做。所以他怎么做都是错的。婚姻当中、爱情当中，和事业、和工作、和做事情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办法按部就班。听你们这个事儿，就想到小的时候听到的一个寓言，叫做“狼来了”。一开始说好玩，说着说着，狼真的来了。
在最开始的时候，在你心目当中觉得他老实，对吧？像一只羊。后来发现穷追不舍，像只狼。但其实像羊或像狼都没关系，要么就像一只羊，待在一个地方，好好的等着你，乖乖的；要么就像一只狼，天天追着你，你去哪儿演出我就跟着，我不求有任何的回报，但只求能够待在你身边。但问题是，现在这个男人羊不是羊，狼不是狼，他自己都分不清楚，他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自己尝试的想象一下，即便他答应了你的要求，你们俩安生的在一个地方过日子，你觉得那会是你想要的生活场景吗？我觉得应该会吧。你了解他吗？他会跟你在一起固定生活，洗衣做饭，生孩子，你觉得会吗？这个你明明知道不会，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做？你现在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价值，你所谓的所有的付出的价值，在他眼里都不被认可。人家在想尽办法的支开你，明白吗？其实，在你心目当中，你大概最初认为你是猫，他是老鼠的，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你不是那只猫，他也不是那只老鼠，谁在逗谁玩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男生说：“我对东北女孩完全没有抵抗力。”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但就这句话本身而言，你对于这个女生本身不是爱，是一种迷恋。迷恋往往靠的不是生活当中扎实的了解，而是靠自己的幻想，所以她其实根本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女人。你别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爱情没有，工作也没了。你这样千辛万苦的尾随着他，其实在他眼里一点价值都没有。你为什么不说我很讨厌你呢？如果你只要说句讨厌他，今天你走你的路，他走他的路，你们彼此都不浪费时间。表面上是一句狠话，表面上下不了嘴，但一旦下了嘴就各奔东西，不好吗？把话说狠一点，该怎样怎样，不要藕断丝连，好吗？否则的话，你就会作茧自缚。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就是想那个旅途中，我们好好的一起感受旅途，一起舒舒服服的旅行嘛。对啊。他就把时间就赶得特别紧。我理解。所以你这个，你说你，你说你追人的时候，你研究爱好吧，你装吧，这个伪装真的到了接触的时候，你发现面具就会一层一层的被撕掉，对不对？因为你追他的时候展现的给他的印象就是个驴友，对吗？嗯。现在你们真在一起了，你不是驴友了，您变了，那肯定不行。所以都有反差，我相信你心里也不舒服，对吧？哎呀，怎么我女朋友是这样？她追我的时候，这应该是那样的，对不对？嗯。你是觉得，哎，我好不容易追到手，你就不能珍惜我吗？就是他追到手了，他就不珍惜我。是你追人家追到手了，你就不珍惜人家啦？哎，接着研究啊。就这样，我也是他女朋友啊，他就敷衍我了。拍照片什么的，他那个公众号上面的都特别好看，可是我让他给我拍照片。上次那个大牌坊前面啊，我说那个大牌坊挺好看，给我拍张照片吧。拍了，那大牌坊挺好看的。我在那个旮旯角上，人本来就很多，你不仔细看都找不见我。你说你给我拍照片，你还是拍大牌坊呢？明明有好看的照片你不挑，他偏挑那一张最丑的来说话。上次他跟我说，我给你拍个迷人的背景吧。行，那照片拍出来了，那背影身高1.2米，腿说6'5"，那叫迷人吗？那吓人吗？你看他那些照片都是那么好看的，还给我的照片。不是我客观的劝你一句啊，再好看的人拍出来都没法跟美景相比。他好看，但是他敷衍我呀，他就不能好看。拍不出来。
别说你了，他们俩也拍不出来。你再好看的人，你拍出来的照片，你能比得过特别漂亮的自然风光吗？他拍照技术是很好，他不别矫情了，别矫情了，不是带你出去玩吗？开心特别矫情啊，真的，哎。这个你现在在开婚庆公司是吧？对对对。你还在做服务员是吧？对。还在他妹妹那儿。对。那你从哪个层面来说都应该对婆婆好一点啊？那是你老板的妈呀。就是因为他带我哥哥那样，所以我就不想招呼我。不，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你过不去是吗？对，我也过不去这个坎。我在家里回来的时候感受不到这个家的温暖啊，因为就是回到家他老是跟我吵嘛，有时候我就看一下手机。他也抢着我的手机看，一点这个私人空间都没有。私人空间，手机里发现什么问题了吗？没发现。就是有一次，就是我朋友发几个信息给我，还要看我的手机，我不给他看，就不小心被他抢去了，他就我把手机划在地上，然后还踩了几脚。你跟手机置什么气啊？但是我要看一下他不给我看，所以我一气之下就把他摔了。哦，你脾气还挺大。你们吵架会动手吗？没动过。他没动过你，你动过他吗？动过。我问你们俩有没有动过手，你为什么说没动过呢？你动过他是吗？因为他这个脾气大啊，毕竟我是男的，比他大10岁啊，我不可能去对他怎么样，是吧？啊，真打你啊？有时候真打。然后就是有一次嘛，就是我一个客户，因为我跟他办了一场婚礼，他觉得挺满意的，叫我哥去喝点小酒庆祝一下。就是回来晚了，他看到我身上有这个酒味，当时就跟我在那里扯打架，他打了我几下，我也动手了。我在外面这么辛辛苦苦为了这个家，你就总是跟我吵。我问一句啊，这个家里钱是他管是吧？他管。你干嘛不让老婆管钱呢？你让他管不就得了吗？他能对我妈那样，我还怎么把这个钱放到他那里管？哦，所以男生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了说女生对老妈不好，所以钱也不给他管。他是不是不给你管钱，你心里就没有安全感啊？对。你怕他拿着有像以前那样乱花钱。哦，你怕他乱花钱，花掉了哈。那你在钱的问题上跟他做过什么斗争吗？没有，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他也不会愿意的。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混进他的公司去，监督他？有考虑啊，他不肯。对，毕竟他什么也不会做。再说的话，他就是想到我这里来把我的钱管制。哦，你是要进他的财务部门是吗？对。就在家里跟他说过是吧？说过。他说不同意，你也就没去了。对。没闹吧？也没怎么闹。你们家这个生活变好了是吧？盖新房了是吧？对。买车没买车？买了一台车。是不是在你心目当中觉得这日子应该越过越有滋味啊？不是，就现在我的这个车子也就是为了我的这个工作啊。他也就是老拿这个车子是说事儿。车子说什么事儿？我只是认为说这日子好了。他认为我这个买这个车的事情没跟他说认为我就是开着这个车到处去玩。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就是自己的有一份事业，要靠这个车每天去处处跑业务啊。